菲律宾找上自己的主子，南海局势生变。中国已经放弃口舌之争，菲律宾敢在南海挑事儿，直接用拳头来招呼。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在杜特尔特之后，菲律宾再次找上了自己的主子。美国要求菲律宾再开放4个基地，这小马克思没有丝毫犹豫，二话不说就把美国要求的军事基地给了。而且呢，与杜特尔特想尽可能维护中菲关系，不想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不同，小马克思尽管年初访问了中国，但这次访华更多的像是在展示自己对华强硬的姿态。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小马克思表现得十分强硬，直接表明了反对立场，要对中国寸步不让。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美国要求菲律宾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小马克思才会二话不说就答应啊。在小马克思看来呢，有美国撑腰，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叫板的底气呢也非常的足啊，因为这很符合美国对华的战略需求，所以美国也会支持菲律宾这么做。那如果杜特尔特是对美强人，那毫无疑问，小马克思表现的就有点对华强人的意思了。这也导致本就亲近美国的菲律宾军方在小马克思上台后呢，基本上也就有点脱缰了。而在内部倾向挑衅中国，美国不断给菲律宾施压，小马克思又一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情况之下，南海局势也将不再平静。这就意味着南海局势可能因此生变。2016年出现的南海对峙呢，不排除会再次出现。尤其是台海局势紧张，小马克思呢也想掺一脚。不仅给美国开放了2个靠近台海的军事基地，还为菲律宾可能卷入的冲突来做了准备。那么给美国开放军事基地，跟日本加强军事合作，甚至还要跟日本签署访问部队协议，这些都不得不让中国产生一种警觉。那么这个本就不安分的邻居，可能真的要咬中国一口了。而对于菲律宾的立场转变，中国显然也是有所察觉，更是有所准备。对于这些存在敌意的国家呢，中国不是美国，即便是已经崛起了，也不想走上美国那条霸权道路。而一贯友好的对外政策促使中国不会将所有的人一棒子打死，即便是这些人都对中国有着敌意。韩国是如此，萨德事件之后呢，中国给了韩国教训，但也没有把韩国一棒子打死，慢慢的呢，也在恢复与韩国的关系。同样，澳大利亚是被中国下了重手，但是看到澳大利亚清楚了事态的严重性之后他也知道中国不是那么好惹的同时呢，也慢慢的接受了澳大利亚想要缓和中澳关系的这样一个请求。所以对于菲律宾现在表现出来的敌意中国自然也不可能一棒子打死，但是呢，菲律宾要敢在南海挑事儿，那中国也会直接用拳头来招呼。在回应澳大利亚挑衅的时候，中国展现出了强硬的姿态，而现在呢，中国也没准备把这个姿态收回去。菲律宾巡逻艇试图擅闯南沙，解放军口头阻止无效之后，直接就动用了激光器就说明中国已经放弃了口舌之争。即便是菲律宾找上美国，又跟日本加强合作，中国呢也有自信在家门口战胜任何人，不管是菲律宾还是谁，想要跟中国合作，那就好好的去合作；不想跟中国合作，非要在关键问题上挑衅那我们也不在乎。到了该动手的时候其实现在也不会犹豫。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